嗨，大家好，我是嘿嘿，嘿嘿是我，30多天不见面了，你们还记得我吗？在这个 MCO 的管制期间，我就用了这一个 Olympus 的经典款 Mewtwo 拍了2卷黑白底片，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关于这个黑白底片的冲洗的方式。距离我上一次冲洗底片是在我中学时候参加摄影学会，算一算大概都有20年的时间了。希望这个技巧还没有生疏，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复习吧。这里的话要向大家介绍一些需要用到的用具。这里我们需要用到3个这个刻度的量筒，不透光的这个暗带，这个是 Alpha 的 Simplicity 简易药水倒装，这个是温度计，佩德森的冲罐，底片的拉片器，剪刀，这个是挂钩，还有当然最重要的黑白底片。还需要用到最后是我们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计时功能。OK， 现在我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Peterson 的冲罐，这个是它的不透光的这个漏斗。OK， 里面的话会有2个这个底片的卷轴，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放入2卷的这个底片进行显影。这个卷轴我们还可以调整它的尺寸 ，OK， 变成我们可以去到120的这个尺寸，可以同时后一次过卷入2卷这个120的底片。OK， 现在就让我教大家如何把这个底片把它装入到这个冲罐当中。这里的话，我们会先用1卷已经报废了的底片来做 demo。建议新手们刚刚入门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这个方法来多加练习。OK， 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一个底片的部分。OK， 有一些相机，当我们拍完底片过后 ，OK， 相机都会有一个自动回转底片的功能。当我们把相机打开，拿出底片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现到这个底片的片头已经卷入到这一个底片罐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影片器 ，OK， 来帮我们把这个底片的片头给拉出来。OK， 这个影片器的这个设计主要是通过这2片塑料片 ，OK， 好，在摩擦的这个作用下，好，可以把这个底片的那个片头给拉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示范，先把这一个影片器的这个开端的部分 ，OK， 塞入到这一个底片罐当中，然后直接把第一个塑料片推进去，抓着这个底片的中轴逆时钟旋转。OK， 当你听到有这个滴的一声 ，OK， 我们就直接把第2个也推进去，然后直接帅气一拉 ，OK， 就可以把这个底片的这个片头给拉出来了。OK， 我们需要先把这一个底片的片头先对齐剪平。OK， 这个的做法主要是方便接下来我们更容易的把这个底片 OK 装入到这一个冲罐的卷轴里面。接下来我们就把需要用到的用具都把它放入到这个暗袋当中。这个暗袋的设计主要在它的开口的部分会有2个拉链2个拉链的这个双层的设计，主要是防止那个光线透光。然后后面的话还会有这个袖口的设计，就是方便让我们把手伸进去，在暗袋里面操作。所以这个时候记得注意哦，如果你有佩戴手表的话，必须先把手表给摘下来 ，OK， 避免那个手表的那个表面的光线 ，OK， 荧光，当那个荧光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底片，造成曝光。OK， 我们就把这个冲罐打开。把这个底片的卷轴给拿出来 ，OK， 底片 ，OK， 跟剪刀 ，OK， 接下来的话，这个整个示范过程我们都会在开着灯光的情况下进行，主要是方便让你们更清楚的知道如何把底片装入到这一个冲罐里面。不过请大家注意，真正的实际操作必须在全黑不透光的暗袋里面进行操作。OK，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底片把它转入到这一个卷轴当中。
因为在黑暗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没办法知道这一个卷轴的方向，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手指来触摸，来感觉到 OK 那个开口的部分。OK， 所以如果已经找到这个开口的部分，我们就把它面向自己。OK， 接着就直接把这一个底片的片头，把它塞入到这个卷轴当中。OK，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先稍微拉出来一点。OK， 双手抓着这一个卷轴的边缘，尽可能的话手指不要触摸到底片，然后开始转动，把底片给带入到这一个卷轴当中。可以稍微拉一点，再转，拉了再转。可以到最后转不动的时候，到结尾的部分，就直接拿剪刀 ，OK， 直接把它剪断 ，OK， 再稍微把它转多几圈，让它进入到里面 ，OK， 就可以把它放入冲罐里面。再把盖好，锁紧。OK， 盖好过后，把它从暗袋里面拿出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显影的部分了。OK， 当底片已经安全的放入到冲罐当中，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调配药水的步骤了。OK， 现在让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一个 Alfred 的 Simplicity 这个简易药水套装。它的分量已经是刚好适合给我们冲洗2卷的这个135或者120的底片。里面的话，它就已经会配了这一个 OK Alfred 的这个 Alphos 3的这个显影液。OK， 下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Stop Buff 停影液。OK， 它的目的是让那个底片的显影的过程终止。再来第3个，这个是 Fixer，OK， 就是我们所谓的定影液，它是让我们底片的影像可以保持的更久、更耐。然后跟最后这个就是 Wedding Agent， 这个是让我们去除那个底片表面的那个水印，并且让它更快的晾干。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去调配那个药水了。OK， 现在就让我来开始调配这个药水。首先，我们第一个是这一个。先调这个 Developer 显影液，这个显影液的话是60 ml，OK， 我们先把它倒入到这一个量筒内。OK， 再加入20度的冷水。OK， 加满到600 ml。OK， 再稍微搅拌一下。OK， 下一个我们就要倒这一个 Stop Buff 来调配这个 Stop Buff。一样把它调到600 ml 的这个分量。OK， 最后就是这一个定影液 Fixer。
再倒入20度的冷水，一样把它加到600ml。OK，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直接进行鲜饮的工作了。当药水调配好了过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计算这个底片所需要的鲜饮时间。OK， 事先我们已经先查阅了。OK， 我手上的这一个Lomography 这个 Lady Grade 400跟这个 Pen Alpha 的 Pen 400的所需要的鲜饮时间都是6分钟半。因为不同的底片跟不同的药水所需要的显影时间都不同，所以建议你们可以去到这个叫做 MaxiDevChart 的这一个 website， 先查阅你们的所需要的那个显影时间。OK， 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进入这个显影的步骤，把这一个 Develop 显影液倒入罐中。OK， 开始计算6分钟半的这个显影时间，把盖盖紧 ，OK， 然后每分钟我们都需要翻转这一个冲罐 ，OK， 4次，大概10秒钟的时间，稍微敲一敲，让它的气泡不会粘在那一个底片上面。OK， 每1分钟我们都要再摇晃4下。给最后10秒，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给打开，再把这个显影液倒回去这一边。OK，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 Stop Bath， 给这个停影液，把它倒入罐中。OK， 同样盖上盖子。OK， 大概需要1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翻转这一个冲罐 ，OK， 慢慢的翻转，大概5下6下都行。OK， 差不多时间到了，我们就一样再把盖打开。OK， 把这一个停影液给倒回这个量筒。OK， 最后就加入了这个定影液，再把盖盖好。OK， 定影液的话大概需要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开始计时。一样，每分钟我们需要再翻转这一个冲罐4次。OK， 定影的时间好了，我们就再把这个定影液倒回量筒当中。OK，
剩下最后的步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冲罐拿到那个面盆那里 ，OK， 通过清水来水洗10分钟，就可以完成这个显影的过程了。经过10分钟的水洗过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来看看我们的成果。OK， 就开一卷来看。不错，还蛮透明的。OK， 显影成功了。OK， 我们就把它放回去。接下来再把它倒入清水。稍微可以覆盖到这一个卷轴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倒入这一个 wedding agent。OK， 这个的话只需要2个瓶盖的分量就行了。这里的话稍微补充一下，刚才我们所需要用到的那一个药水，只有 developer 它是不能重复使用的。OK， 然后剩下的 stop bath 那个停饮液跟那个 fixer 定饮液，然后它们都大概可以用冲洗8卷的那一个次数。所以这个的话，我们稍微只要清洗了过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晾干就行了。OK， 最后我们把那个水倒干了过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底片拿出来晾干。OK， 现在我们会用到的是这个 Pedersen 的这一个底片的夹，它会有分2个，这个白色的呢是比较轻的，这个黑色的是比较重的。OK， 它是会有一个负重，这样的话我们吊这底片的时候 ，OK， 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底片保持平整 ，OK， 不会弯曲。我们先把其中一边先夹着，就把这个有重量的就把它夹在最底下 ，OK， 让它可以保持平整。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干净没有灰尘的地方，给它晾干就行了。接下来干了过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扫描变成 digital file， 就结束了。没想到20年了，我的功力还没有退步。OK， 今天我们所有用到的这些器材 ，OK， 包括这个冲罐、量筒、药水，或者是这一个安带，我们都有在售卖。OK， 除了这些器材以外，我们也有在售卖这 film camera 跟大概40种的胶卷，所以如果有兴趣接触这个黑白摄影的朋友，也可以向我们查询。好，今天这个是我的第一支影片，如果大家有什么 comment 的话，记得给我们来一个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OK， 谢谢大家，我是Heng Heng，Heng Heng是我，我们下次见。